萬萬沒想到，加拿大拳王第一次來到中國比賽，就在媒體發布會上對散打隊長江春鵬大打出手，甚至被裁判阻攔後，嘴裡還不斷噴着髒話。說起這位加拿大拳王，可是大有来頭，他就是來自加拿大80公斤級世界第一的西蒙·馬庫斯。因為在泰拳界有着極強的統治力，所以也是被拳迷粉絲親切地稱為地獄魔王。來中國短短半年便拿下16戰16次 KO 的恐怖戰績，甚至還当众跳起了舞蹈慶祝。見此情形，我們中國赛事方無奈只能搬出不敗王者死神方便緊急出關，來迎戰這個沒有人性的加拿大拳王。本場比賽是為你帶來一場非常精彩的中加对決，中國死神方便对戰加拿大地獄魔王西蒙·馬庫斯。為了讓更多中國人看到死神方便的精彩表現，麻煩各位帥哥美女長按3秒點讚，小編祝各位早日賺到100萬。比賽一開始，雙方選手便拿出了自己絕對認真的態度。要知道，台上的2位都為這場比賽賭上了自己畢生的榮譽，一旦輸掉比賽，不僅會斷送自己的連勝生涯，甚至就連世界排名都會一落千丈。尤其是死神方便，更是要把控好双方的比賽節奏，千萬不能給到馬庫斯安逸的進攻空間。王洪祥王老师呢，会有一定很深的淵源，可以說是王洪祥在一定程度上成就了乔西里。这个乔西里，跟我们講講吧。來，王老師跟我們講講。是第一次走進拉斯維加斯50分，讓我的那個對手。由於方便極具侵略性的戰術打法，給到了馬庫斯極大的進攻壓力。馬庫斯也是當場惱羞成怒，對着方便的內圍便發起了猛攻。好在方便的反應非常頂級，這才勉強扛住了對手的第一波兇猛進攻。雖然說方便在正面不是馬庫斯的對手，但是憑借着機智的頭腦和靈活的戰術，已經讓方便拿到了點數上的優勢。自此，兩人的第一波對拼以方便完勝收尾。對拼中呢，在方便在落倒地的同時，這個馬庫斯追了一襲。這個在我們的擂台上是不被允許的，要聽裁判員的所以說，剛才方面躺在這個台下，一直都是在追問啊。對這個事情，為什麼要這樣？雙方都是不敗的王者，其實雙方的心理壓力應該都非常的大，都非常大啊。當然，該上來都很緊啊，肌肉都練緊。對對對，我覺得對馬庫斯而言，在中國陽明地方這場比賽也對他來說也異常關鍵，是必戰之戰。必須要打的一場比賽，到這個層面上已經躲不開對方了。沒錯，已經都是不敗。那麼看得出來，馬庫斯這家伙非常喜歡用蠻力撕破對手的防線，只要逮住機會便主動上前，對方便進行近身纏抱，並施展泰拳的一系列追擊手段。但這場比賽是嚴令禁止雙方選手進行長時間的摟抱，所以裁判也是有理由對馬庫斯進行口頭警告。如果這家伙接下來繼續延續自己的戰術打法，那麼裁判更是有理由扣除其一定的比賽點數。是的，方便的3劈腿。雖然雙方是同一個級別，但我明顯能感覺到馬庫斯似乎塊頭更大一點。對，在降重方面，可能馬庫斯更強。對，這就是我想說的。馬庫斯從這個外形來看，他的這個脂肪啊，或者是說這個體型上來看，他應該是從更高級別的降下來的。沒錯，就絕對力量上應該方便不佔優。馬庫斯的頻繁摟抱已經徹底將死神方便激怒，眼看這家伙還想上前近身纏抱，方便直接二話不說，一連串的組合拳進攻，直接將馬庫斯打得抱頭鼠竄。自此，比賽也是正式進入到白熱化階段，死神方便的戰術打法也是初見成效，不僅讓他在點數上領先對手，更是在比賽途中將對手的狀態消耗到了一個臨界值。如果兩人的局勢繼續按照這樣進行下去，那麼方便將馬庫斯終結的場面也是非常有可能發生的。看來這個板橋非常重啊！好，第二回合比賽開始。在第一回合，雙方進行了一個電光火石的這種。被擊倒一次的馬庫斯狀態明顯不對，可能就連他自己都想不到，竟會被死神方便打得如此狼狽。看得出來，他這一回合的進攻更加兇猛，能夠明顯的感覺得到，他非常想要打開局面。不過方便的拳頭同樣不是吃素的。如果說第一次擊倒算是死神方便運氣好，那第二次的擊倒便足以證明方便強悍的實力。馬庫斯機會了，抓住機會！又一次擊倒！比賽結束了！比賽結束了！還要再打，還要再打！這一回合還有再最後一次的 KO 機會。
馬庫斯已經沒有反抗能力了，我覺得。比賽結束了，3次擊倒，按照規則不需要再讀秒了吧？不需要再讀秒了。創造了奇蹟。比賽結束了，死神方辩用自己的重拳成功為對手的連勝生涯畫上了一個完美的句號。自此，馬庫斯統治了長達5年時間的中國拳壇也是第一次迎來了曙光。不僅現場觀眾情緒激動吶喊中國加油，就連現場主持人都當場激動到落淚。死神方辩不僅捍衛住了自己的連勝生涯，更是向世界證明中國功夫不是花拳繡腿。那麼最後也是讓我們恭喜方辩拿下了比赛的勝利。本期视頻到這裡就結束了，觀眾朋友們，我們下期再見。注意看，眼前紅色拳套的選手就是日本天才拳王朝九玉贵。此人下手是相当的狠毒，经常以摧枯拉朽的重拳打到对手面目全非、血肉模糊，甚至是暴毙当场。迄今為止，他已經在中國拳壇拿下了9戰9勝的不敗戰績，更是被日本媒體稱為中國人的死神。那今天他再一次前來中國踢館，聲稱要拿下10連勝。我們的中國猛將朱帥霸氣應戰，林紅樹10拳打到對手狗血淋頭，大快人心。那好的，现在比赛已经正式開始。那這一場是非常精彩的中日大戰。那場上白色拳套紅方選手就是我們的朱帥，另一邊藍方選手黑色拳套就是日本的朝九玉貴。那我們看到這個朝九玉貴還染了一頭小黃毛啊，看起來非常的扎眼，應該是想讓方便咱們的朱帥去瞄準。那我們看到現在開場之後，雙方打的可以說是非常的猛烈，他這個進攻慾望非常強烈啊。那現在讓我們期待一下朱帥這一場會帶來怎樣精彩的表現。朝九玉貴在去年的年終盛典對上了王俊玉，那第4回合以跳膝 KO 了王俊玉，但是呢腳部嚴重受傷，整整的休養了1年，再回到武林風的擂台。朝九玉貴在中國這個60這個級別當中已經成了大家的一個噩夢，是啊，就是無人能夠戰勝了他。哎呦我的天哪！上場之後連續3個重拳，我看到朱帥直接是擊倒了朝九玉貴。那雖然說剛剛這個朝九玉貴打得非常猛，但是在朱帥面前只需要1拳就可以把這個朝九玉貴直接撂倒。現在比賽繼續，但是不知道後續這場不是衛冕戰，對，朝九玉貴的衛冕戰在3月，是，這只是一場超級戰，是。但是呢，這個強度真的是振奮人心。好的，這時候我們看到朱帥連續進攻，連續重拳。朝九玉貴如果選擇步伐的變化的話，就比較難打；如果選擇對攻的話，對朱帥比較有利。現在朝九玉貴的這個腦袋還是非常清楚的，是一直在瞄他老爸，他老爸一直下指令。過去他老爸第1回合是不會下指令的，現在呢沒辦法，被朱帥打倒之後，對，緊張了，不得不下指令了。其實朝九玉貴的老爸對朱帥有一個評語，就第1回合就能 KO 了這個日本最厲害的浦部公野，他覺得非常了不起。今天我們的朝九玉貴1年後的這朝九賭，這位就是朝九玉貴的父親，是他號稱在街頭200場不敗，他是空手道的高手，對，空手道高手。其實他們本來是他們的道館是小小破破舊舊的，那朝九玉貴在武林風一戰成名之後啊，他們現在的這個道館變成1000平方米的這種很大的道館，然後學生好幾百個人，常常呢這個裡面塞不下，要到外面空地去練。驚濤駭浪之中，還有10秒。朝九玉貴撐過了第1回合，但是呢，這個朱帥漂亮的強毒。好，第1回合。好的，現在第1回合比賽已經結束啊。第1回合咱們朱帥是拿下了非常大的優勢啊，不僅僅是1次擊倒，而且還有連續重拳。那現在讓我們期待一下，在稍作休息過後，第2回合咱們的朱帥會帶來怎樣精彩的表現。那好的，现在我們來到了第2回合。那這回合看一下朱帥會採取什麼樣的打法，因為這個日本的跆拳道主攻腿法，但是今天他遇到了咱們的河南腿王朱帥，
那在朱帥面前，所有的腿法基本上都可以算得上是花拳绣腿了。好的，我看到朱帅又是一记重拳，战斗艺术的一个较量。对，就从这个朱帅所带的辽宁创新来讲，我也有跟他的教练张涛聊过。之前的话，他们就是对阵外国的高手的时候，他们首先想做的是要防守，怎么样防？现在不是这样，他们会针对这个对阵的对手做研究，然后做出这个比较详细的一个作战计划。其實張濤啊，他對於朝九的分析也非常清楚。為什麼過去中方選手打不贏這個朝九玉貴，就是因為朝九玉貴節奏很快，會把中方選手帶亂。再來呢，朝九腳步快，這個中方要控制距離做連續擊打都很難。那另外呢，這個朝九腿法的擊中效果比較好，所以會引起裁判的青睞。那以上呢，這幾點都已經被朱帥給破解了。對，因為他們團隊做了這個比較細緻的研究。是。來，那當然了，這個朝九。那我們看到現在朱帥的打法，這個節奏掌握得非常好啊，確實這個打法的思路非常的清晰啊。其實呢，他們要去練氣，除了在山上打坐之外呢，他們回家要在浴缸裡面潛水閉氣，然後還要做這個強烈的衝刺跑，來練他無氧的能力。所以現在能夠頂住這個朱帥的攻擊。再來。朱帥現在仍然是表現得非常的出色，然後注意啊，我們的朝九玉貴會左右換架，而且呢，他們最近他的弟弟朝九太陽剛剛用這個3日月簇 KO 了日本選手，所以他們這個家族也是會這個秘密的絕招了，點穴的絕招，用這個腳趾頭那一塊來點你。對，剛剛王鵬飛沒用出來，王鵬飛一直想學這一招3日月簇。那我們看到目前這個朝九玉貴的摟抱次數明顯增多了啊，完全不和朱帥去拼拳了。只要是雙方開始換拳之後，馬上就去摟抱。原先去年11月 K1 有找他去比賽，那他老爸是擔心我們年終盛典會影響到這個，萬一受傷會影響。好的，現在第二回合比賽已經結束，那這回合雙方其實並沒有拉開太大的差距。那讓我們期待一下第3回合，咱們的朱帥會帶來怎樣精彩的表現。好的，現在我們來到了本場比賽的第3個回合，也就是本場比賽的最終局了。那這場比賽對於雙方選手來說，可以說是都是非常重要。哎呦，咱們朱帥被擊倒了，連續重拳之下，朱帥是倒了，但是並不是重擊啊，沒有什麼關係。現在比賽繼續。現在這個朝九玉貴大爆發了，朱帥要小心，千萬守住這一回合。哦，又一個跳膝。那我們明顯可以看得到，這個朝九玉貴在最後一個回合是拼盡了全力啊，因為前2個回合他是處在一個劣勢，完全被朱帥壓着打。看一下朱帥該去如何應對。是朝九搶到你的背後了，再來哦，接腿，好，又搶背了，你看。但是裁判還是會這個提示朱帥啊，不要把背給對手。對的。好，這就是有經驗的運動員的一種，他會利用技巧啊，而且讓裁判讓裁判去提醒。哇！原地的跳膝。哇，果然這個超級的無氧訓練呢，對於朝九玉貴的第3回合有非常大的幫助。而且這個朝九家族啊，他們在整個戰鬥的意識啊，他相當的強調，在日本的原話就是訓練瞬間的一個認識跟閃念，就是一個閃電之間的一個念頭。原本老爸的一個家傳的一個心法，相當的這個深奧。哇，今天朝九玉貴的老爸也是比較辛苦。好多不看到朱帥連續重拳，雙方開始拼拳，看一下朱帥下一步能否乘勝追擊。至於
朝九玉桂的這個日本站就是3月28號。另外呢，有一條70公斤級的這個腰帶穆瑟夫呢，因為是去年5月產生的，所以規定1年之內要打衛冕戰，所以會安排在今年6月之前會打掉。這也是之前觀眾在問的，特別跟觀眾說明一下。好，回到場上來，再來，说一下还有10秒。对，朝九的拳法比較粗，但是呢，他拳裡面夾着膝法，不好對付。好的，現在比賽已經結束了。那雙方在第3回合打的是空前的激烈啊。那雙方現在沒有產生 KO， 讓我們期待一下最終裁判的判決結果。那最終朱帥是以點數的優勢贏得了朝九玉桂。那最後讓我們恭喜朱帥獲得了本場比賽的勝利。賽後更是當眾揚言，誰敢挑戰他，就打斷誰的腿。說本場比賽這一場火星碰撞地球的一場中日大戰，一位來自於我們中國新疆的年輕小伙殺入到了日本橫濱，挑戰日本的拳壇瘋狗。誰是瘋狗？注意看，觀眾朋友們，這個家伙就是瘋狗。在賽前你也看到了，這個日本選手呢是非常的囂張啊，在擊敗一名中國選手後，吐出舌頭挑釁現場的中國觀眾。而且他還揚言，誰敢挑戰他，就打斷誰的狗腿。觀眾朋友們，賊喊捉賊啊！沒有錯，比賽已經開始，紅色拳套便是日本的拳壇瘋狗枯井義，和他打比賽一定要小心。拳套來自於我們中國新疆烏魯木齊的薩迪克啊，23歲的一個年輕小伙。就在前一段時間，他剛剛獲得了新疆散打錦標賽的冠軍。我們從薩迪克以往的比賽上來看呢，他是一個綜合實力比較強的選手啊，攻防兼備。比如我們看他的防守不錯，很緊實。哎呦，為何性如此大禮？是想認我們當義父嗎？你想，但是我們不想收你個乾兒子。哦呦，要小心！剛剛說到薩迪克的防守不錯，那這個頂膝是打到下巴了。看薩迪克的情況應該是沒問題。我們看薩迪克的眼神當中啊，充滿了堅毅。好，裁判警告日本選手不可以孤頭頂膝。孤頭頂膝啊，就是雙手把住對手的頭，然後呢進行頂膝。這在規則當中呢是不允許的。我們目前來看，薩迪克這場比賽呢打的的確啊是有些艱難，畢竟是客場作戰，對方呢有着主場優勢啊，所以說像一條瘋狗一樣瘋狂的進攻。薩迪克是有一定的拳擊背景，所以說我们看他的防守呢是很有這個我們經典拳擊的這個味道啊，防得很緊實。好，最後的10秒鐘。一回合沒辦法，對方是有一絲讀秒。一回合分數上來說呢，對方的確是優勢，但是不着急，因為今天的比賽，觀眾朋友們啊，是3個回合，格鬥賽場永無定數，不到最後一刻，你永遠不知道誰才是真正的贏家。好，第2回合比賽開始，看一下雙方的精彩表現。那這裡就廢話少說。好漂亮，大腳踹臉。
好，不错，第3有效果了。我们看这一回合，萨迪克也开始反击了，因为一味的防守呢，的确是没有意義的。我们看新疆小伙萨迪克的眼神当中啊，充满了坚毅，的確有一股視死如歸的狀態。打日本選手啊，你的確必須得有這種心態，要麼我打死你啊，要麼你打死我。我們看這個日本拳壇瘋狗戶井義的體能下滑是很明顯的，這個乾瘦的排骨精啊，已經沒勁兒了。漂亮，狠狠的踢，最好是踢斷他的狗腿。他賽前不是揚言啊，說誰挑戰他就打斷誰的狗腿嗎？我們就牙還牙，眼還眼。薩迪克的防守真不錯啊，可進可退，可攻可守，是一個難得的六邊形選手啊，綜合實力的確是夠硬。哦，很明顯了，戶井義這一條瘋狗，他的進攻明顯變慢了。第一回合你不是很囂張嗎？你怎麼不打了？裁判警告雙方呢，不可以過多的摟抱。我覺得這個裁判眼神兒，觀眾朋友是不好啊。明明是對方摟抱，哎，高位頂膝有效果，倒了啊，這個。哦，站不起來了，結束了。好，開始罵人了。哦，因為裁判終止了比賽，他有些不滿啊，他表示自己還能打。煮熟的鴨子，觀眾朋友們啊，就剩嘴巴它是硬的了。那剛剛我們很明顯可以看到，他連站都站不穩了。好，非常精彩，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薩迪克用對方啊第一回合打暈自己的方式還給了對手，太精彩了。打比賽之後，薩迪克連瞅都沒有瞅對方一眼，非常精彩。讓我們再看一下這個精彩回放。哇，一記霸氣的飛膝。好，再次恭喜這位新疆小伙薩迪克，太精彩了。那同時非常感謝屏幕前您的收看與支持，咱們下期視頻再見。